从鱼卵到金黄上桌，这道看似平凡的大黄鱼料理，其实隐藏着一段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你或许听过一句俗语，黄鱼一上，黄金万两。如今的大黄鱼真可谓价比黄金，但谁能想到，在半个世纪前，它一度便宜得像白菜一样。今天就让我们一路追寻大黄鱼的足迹，看看这条鱼如何从濒临绝种走向养殖复兴，再从一颗颗鱼卵经历种种磨难，最终变成餐桌上那条金灿灿的美味大黄鱼。大约50年前，东海沿岸有一句名谚：关景阳半年粮，黄瓜叫渔民笑。意思是一到黄鱼汛期，渔民就笑开怀，因为满海都是大黄鱼。当时浙江、福建沿海的大黄鱼多得像牛群一样，捕捞上岸后，价格便宜到每斤只要几毛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白菜价。然而，丰盈的渔获并没有持续太久，一种名为敲鼓的捕鱼方式，在上世纪50、60年代大行其道。渔民发现鱼群后，数十艘渔船成圆圈将鱼群包围，船上不断敲击竹板，发出剧烈的声响。大黄鱼属于石首鱼科，对声音异常敏感，这阵阵声波透入海中，会令它们的耳石共振，大小鱼都被震昏，浮上水面。渔民们只要撒网一捞，眼睁睁看着成千上万条黄鱼一批批翻肚漂起，就像被瞬间击倒一般，这捕捞效率高得惊人。当时的人们只看到大丰收的眼前利益，却没意识到这种掠夺式捕捞正在迅速耗尽大黄鱼的家底。巅峰时期的1974年，仅东海海域一年就捕获了将近20万吨的大黄鱼。可是好景不长，野生黄鱼资源开始断崖式崩跌。到了1980年代初，东海沿岸已经很难捕到像样的黄鱼了。1983年起，哪怕拿着鱼票去上海市场，也买不到一条黄鱼，因为根本没鱼可捞。渔民们还是不肯死心，后来又用上声呐、探鱼、大型拖网等现代化手段，继续地毯式收捕。再加上沿海、围海、造田和污染影响繁殖环境，曾经漫山遍野的大黄鱼，终于在1980年代末几乎销声匿迹。到1990年代，野生大黄鱼几乎绝迹于市面，只剩下传说中的天价。偶尔捕获的一两条野生大黄鱼成了水产市场的宝物，动辄拍出几千元人民币一斤的高价。在福建沿海，曾有渔民一网捞起小几千斤野生黄鱼，卖了近1000万元。在浙江象山港，一条不到5斤重的野生大黄鱼卖出26万多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5000多元一斤，真是黄金万两的现实版。物以稀为贵，一边是濒临灭绝、身价疯涨的野生大黄鱼，另一边却是持续高涨的市场需求。喜欢吃黄鱼的老饕们可舍不得从餐桌上放走这道美味。在野生资源几近枯竭的情况下，人们把希望寄托在人工养殖上。然而摆在眼前的难题是，大黄鱼离开大海就活不久，真的能人工养大吗？早年渔民有句话，大黄鱼出水即死，不可能养殖。的确，大黄鱼对环境变化非常敏感，稍有不适就会大量死亡，因此过去从没人养活过它们。但科学家和渔民们不愿就此认输。上世纪80年代中期，福建宁德的一批科研人员决定背水一战，他们设法捕捉到一些野生大黄鱼进行驯养，努力研究黄鱼的人工繁殖技术。经过数年的摸索，终于在1991年夏天成功，人工催产出大批鱼苗。这意味着大黄鱼的繁殖密码被人类破解了，从此可以在人工环境下培育出鱼卵和鱼苗。到了2000年前后，人工养殖技术逐渐成熟，大黄鱼的产业化养殖也走上正轨。这种曾经消失多年的美味，终于大批量地游回了老百姓的餐桌。现在走进海鲜市场，黄鱼摊上那一条条肥美的新鲜大黄鱼，多数其实都是养殖鱼。据统计，在今日中国人的餐桌上，每10条大黄鱼就有8条来自福建宁德的养殖场。宁德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大黄鱼之都。仅2022年，当地就产出将近20万吨大黄鱼，占全国养殖总产量的 80% 左右，产值达数十亿元。不但国内市场年年有新鲜黄鱼，宁德的黄鱼还出口到韩国、新加坡、美国等60多个国家地区。对渔民而言，
大黄鱼真正变成了带动当地经济的富民产业，许多老一辈渔民感慨万千，从前过度捕捞，闹得大黄鱼绝迹，没想到如今靠着人工养殖，又让黄鱼满仓，这30年真是一场大反转。然而，大黄鱼养殖业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经历了一段阵痛期。早期的养殖户为了追求产量，常常在近岸浅海高密度地布设小型网箱，一种用浮筒支撑的养鱼网栏，面积10多平方米，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布满海湾。这些简易网箱成本低，谁都能下海养上几箱，但抗风浪能力差，只能在内湾养殖。而过度的高密度养殖带来一系列环境问题，水流不畅，使饵料、残渣和鱼类排泄物沉积，导致水质变差，超出了海域的生态承载力，严重时甚至引发赤潮等灾害。曾有海洋专家坐船经过温州乐清湾时，看到海面几乎成了水上渔村，几千户养殖户，几十万个网箱连成片，海水浑浊发臭。养殖户为了预防鱼病，大量使用抗生素，空药瓶飘得到处都是。更触目惊心的是，有人为了多卖钱，居然给黄鱼染色，让鱼体更黄亮，甚至往鱼肚里注水增加重量。面对这些乱象，那位专家直言，自己多年不敢再吃市面上的大黄鱼。可以说，养殖量的突破带来了质的隐忧。如果鱼品品质低劣，安全无保障，消费者迟早会退避三舍。所幸，养殖大黄鱼产业并没有在粗放养殖的歧途中迷失太久。宁德当地政府和养殖从业者很快意识到，要让这条国鱼长盛不衰，必须向科学化、规模化方向升级。首先来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清海行动，政府依法整治海上养殖，清退违规网箱，在近岸敏感区域实施禁养或限养，大量零散的小网箱被取缔拆除，取而代之的是规格更大的通框网箱。这种通框网箱一个连着一个，组成稳固的养殖平台，俗称鱼排，可以抗击更大的风浪。养殖区域也扩展到外海较开阔的浅海地带，养殖户们在鱼排上搭起简易棚屋，日常就在海上投饵、巡网，宛如海上牧场主一般。随着单个网箱空间加大，水流更加通畅，养殖黄鱼的成活率和生长品质都有了明显提高。宁德现今已建成许多现代化深水网箱基地，直径数十米的大网箱漂浮在外海，能抵御较强的风浪，既降低了近岸环境压力，也让黄鱼在接近天然的海水中健康成长。除了硬体设施升级，养殖技术和管理也日益讲究。例如，科研人员发明了一种鱼类跑步机，在育苗阶段用水泵设备控制水流，让小鱼苗逆流游动，相当于让它们每天锻炼身体。透过这套系统，可以监测上万尾鱼苗的游泳能力和行为状况，挑选出最适合深海环境、生长强健、抗病的鱼苗做种。过去养殖户最头痛的是鱼病大规模爆发，现在他们一方面靠降低养殖密度、改善水质来预防疾病，一方面也开始给鱼苗接种疫苗，使用益生菌饲料等更环保的方式，减少抗生素药物的使用。近年来，业界还发起减药行动，提倡从苗种培育到成鱼养殖的全过程都尽量少用药，用好药，确保黄鱼更安全健康。可以说，经过多方努力，今天的大黄鱼养殖业已经甩掉了早期那种脏乱差的形象，朝着更加永续和高品质的方向前进。那么，一条养殖大黄鱼的一生究竟是如何从鱼卵开始的呢？现在就让我们以一尾黄鱼的视角来看它如何在人类的照料下成长为盘中餐吧。故事得从大海深处的鱼爸爸、鱼妈妈说起。每年农历5、6月，当海水逐渐温暖，沿海的大黄鱼、成鱼、青鱼会成群游回它们出生的海域产卵，在福建、宁德、三都澳等传统产卵场，这时可以见到成千上万的大黄鱼集合产卵的壮观场景。养殖场就是利用了黄鱼的这一习性，他们从野外挑选优质的青鱼群，或者用人工繁育的方法培育出壮健的青鱼，等待产卵季节的到来。黄鱼的青鱼公母有别，通常雌鱼体重达到800克以上，雄鱼600克以上才性成熟，可以繁殖下一代。到了产卵时节，
技术人员会调节水温和光照来模拟自然环境，有时还会使用生殖激素催产，帮助青鱼顺利排卵排精。随着青鱼在宽大的产卵池中绕圈游动，亲密追逐，一粒粒透亮的鱼卵纷纷释放到水中，这就是新生命的起点。大黄鱼的卵是浮性的，直径不到1毫米，如同微小的透明珍珠飘在水面。工作人员用特制网兜轻轻捞取这些受精卵，转移到育苗桶中静置孵化。不要眨眼，仅仅经过1天多的时间，奇迹就发生了。小小的鱼卵里冒出一对对黑溜溜的眼睛和摆动的尾巴，数以万计的黄鱼孵出来啦。刚孵化的大黄鱼仔鱼只有几毫米长，一条细如螺丝，软弱的连海水的波动都能把它冲得七零八落。更糟糕的是，它们带着的卵黄营养很快就消耗殆尽，必须尽快开始进食。可是这些鱼宝宝甚至看不清一般的饵料颗粒，要吃什么才能长大呢？原来养殖人员早就准备好了一套微型馈食方案，他们培育了丰富的浮游生物作为开口饲料，包括单细胞的藻类和微小的轮虫等，专门供鱼苗吞食。可以说，一开始养鱼其实是在养鱼粮。育苗池里放满了这些微生物后，小鱼苗们张开小小的嘴巴，开始大口狂吃起比自己还小的浮游生物。就这样，经过头2周的细心喂养，黄鱼苗一天天长长，从透明的小蝌蚪逐渐长出鳍条，模样开始像一条鱼的样子了。当鱼苗长到2-3公分长时，养殖户会给它们进行一次搬家。有些鱼苗被转移到室外的大培育池或封闭式的海水围栏中继续培养，有些则干脆坐船出海，被放入更大的海上网箱中。无论在哪里，小鱼苗们都要面临一个重要的人生课题，学会吃人工饲料。因为一直供应活的小饵料既不现实也太昂贵，养殖员会在鱼苗长到一定大小时开始投喂颗粒饲料。一开始，顽固的小家伙们并不识货，他们对漂在水中的饲料粒无动于衷，只想吃活的小虾、小虫子。于是工作人员想出办法，将人工饲料和活饵料混合在一起喂，让鱼苗慢慢适应新口味。有些野性特别强的小鱼甚至拒绝吃配合饲料，养殖员只能耐心驯化几个月，饿一饿再喂一喂，循序渐进地改变它们的饮食习惯。随着时间推移，大部分鱼苗终于习惯了这种营养丰富的人工口粮。此时它们也长成稚鱼或鱼种的阶段了，体长10几公分，小小年纪已经成为捕食小鱼虾的捕食者，再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弱仔。现在我们的主角黄鱼已经进入青少年时期，该迎接更广阔的大海了。养殖户挑选天气晴好的日子，将一网网活泼有力的小黄鱼装桶，用船运到海上的养殖区，轻轻倒入早已准备好的巨大网箱中。对黄鱼们来说，这网箱就像他们的新班级宿舍，每个网箱面积动辄上百平方米，能容纳上万尾鱼。但养殖户不会再像过去那样过度密集放养，现在他们更讲求适度的空间，给鱼儿留点活动余地。看着成群的小黄鱼在宽敞的网箱里游曳，开始抢食水中飘落的浮游生物，我们的渔民叔叔也露出欣慰的笑容。接下来的日子，这些黄鱼的衣食住行都靠它来张罗了。养殖场的日常开始了。清晨，养殖户登上鱼排查看网箱状况，先检查网衣是否牢固，有无破洞，确保昨晚没有鱼儿越狱逃跑，再观察鱼的活动。如果鱼群聚集在水面张口呼吸，可能是水中溶氧不足，需要立刻启动增氧设备或人工泄水换水，确保环境正常后，就到了喂饭时间。几名工人推着装满饲料的大桶，沿着网箱边缘一边走一边抛洒颗粒饲料。海面上响起此起彼伏的水花声，那是黄鱼们疯狂抢食的场景。别看它们幼时娇弱挑食，如今个个食量惊人。长身体的黄鱼胃口特别大，饲料投下没几分钟就被一扫而光，鱼儿们还意犹未尽，伺地在水下翻滚寻找残渣。养殖户笑称，养黄鱼就像往海里撒钱，一天不投喂都不行。有位三都澳的养殖场负责人曾风趣地说，饵料不能少，相当于每天我都要把60万元现金扔进海里去。这话听着夸张，其实毫不为过。大黄鱼是肉食性鱼类，
饲料中高蛋白鱼粉不可少，成本相当高。规模养殖场每天喂出的饲料价值动辄几十万，一年算下来，光饲料开支就是天文数字。但养殖户们仍乐此不疲，因为只有把黄鱼喂胖、喂壮，将来收成时才能换回满满收益。当然，养鱼可不只是喂养这么简单，还有很多隐形的挑战。首先是天气，海上养殖最怕台风恶浪，一旦台风侵袭，巨浪可能掀翻鱼排，撕裂网箱，数万条鱼随时有逃逸一空的危险。许多老养殖户至今记得1996年那场台风带来的惨剧，整片养黄鱼的池塘和网箱化为乌有，损失惨重。因此，如今的深水网箱都经过加固设计，并选择避风条件较好的海域，但养殖户一到台风季依然绷紧神经，提前收缩网箱，减少存塘密度，祈祷老天爷高抬贵手。其次是疾病，高密度养殖难免有病菌滋生，如果有鱼感染病毒或细菌，稍有不慎就会快速传染整箱鱼群。过去养殖户常闻病色变，一旦发现病鱼立刻下药，结果药用了不少，鱼却免疫力越来越差。现在他们转变思路，强调防重于治，通风换水，控密度，勤观察，早期发现问题马上隔离处理。许多养殖区还建立了检测预警机制，定期监测水质指标和鱼群健康，一有异常迅速采取措施。经过多年经验积累，养殖户对常见鱼病如刺鸡、隐核虫、链球菌等也有了成熟的防治方案。有的会在饲料中添加中草药和益生菌，增强鱼体抗病力，或者使用疫苗预防。例如，现在已有针对大黄鱼病毒性神经坏死症等疾病的鱼用疫苗面世，为黄鱼撑起了免疫保护伞。可以说，现代化的大黄鱼养殖更像是在经营一所海中鱼校，从饮食起居到健康安全，每个环节都有科学管理和呵护。日复一日，在人们精心照料下，黄鱼们蹭地长大了。曾几何时，野生大黄鱼要长到半公斤以上得花2年。如今养殖场里的黄鱼短短半年体重就突破400克，1年左右多数可以长到500到700克，达到上市规格。眼看鱼儿们个个体态圆滚滚，精灵闪耀，养殖户们开始盘算起捕捞出鱼的时机。然而，捞鱼这件事里门道可多了。要想让餐桌上的大黄鱼卖相好、价格高，捕捞时程和手法都大有讲究。你可能不知道，大黄鱼体内的黄色素其实怕光，白天受到日光中紫外线照射，鱼体表面的金黄会逐渐褪色变成银灰。所以，聪明的养殖户们通常选择在夜间出鱼，入夜后的大黄鱼通体金灿灿，加上在黑暗中较不容易受到惊吓。这时捕捞可以将鱼体最漂亮的一面保存下来。让我们亲临其境来感受一下吧。傍晚7、8点，天色渐暗，在宁德三都澳的养殖海域，鱼排上亮起点点灯火，10多名捕捞工人头戴红色头灯，各就各位。几个大型的保鲜箱里，冰块和海水已经混合成冰盐水，冰箱表面盖着红布，这是为了待会迅速冷却黄鱼并遮光，保持它们的金黄色泽。随着领头人一声招呼，大家齐声动手起网。原本沉在海中的网箱被4角绳索一拉，慢慢缩小范围，顿时水面翻腾，成群的大黄鱼被网缠住，集中到一块。它们奋力扑腾，发出咕咕咕的奇特叫声，此起彼伏，仿佛一支青蛙合唱团。没错，大黄鱼可不是哑巴，它们会用特别的发声机震动鱼鳔，发出这种呱呱声，这也是黄鱼名字的由来。在闽南方言中，黄鱼和呱鱼谐音，伴随着黄鱼的叫声，水花四溅中，一片片金光在网中闪现。今晚的黄鱼满拢了，工人们赶紧用抄网将网中活蹦乱跳的黄鱼捞出，一网网鱼迅速倒入旁边准备好的冰水箱，冰凉的海水瞬间让鱼儿安静下来。约摸几分钟后，它们逐渐进入休克状态。别担心，这并非残忍对待，迅速冰镇可以减少鱼的挣扎受伤，保持肉质新鲜紧致，而且重要的是锁住那一身金黄。接下来，大队人马马不停蹄地开始分拣作业。几位身手敏捷的年轻女工站在网箱边，
将冰箱中的黄鱼按大小分类装筐，另一头更多工人在鱼排上架起电子秤，对每筐黄鱼称重记录，还有人负责往保鲜箱中补冰，以保持低温。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俨然一个海上临时加工厂。在这种赶夜捕捞模式下，一晚上的功夫就能将上万斤黄鱼处理完毕，并打包入箱。凌晨2、3点，渔船马达轰鸣，把满载鲜鱼的保温箱运往岸上。短短几个小时后，这些新鲜出水的黄鱼就会出现在邻近城市的海鲜市场中。不到一天，全国各大城市的酒楼饭店、超市菜场都将陆续迎来这批凌晨捕捞直送的大黄鱼。如此高效率的冷链运输，确保了消费者无论身在何处，都能品尝到仿佛刚从海里捞起般鲜美的黄鱼。在出海捕捞的同时，另一边的加工厂也在同步忙碌。很多消费者现在喜欢购买已经初步处理好的大黄鱼，俗称3去鱼，也就是去鳞、去鳃、去内脏处理干净的黄鱼。养殖企业通常在靠岸后立刻将黄鱼送进加工车间，工人们熟练地刮鳞、开肚、去鳃，一条条处理干净的黄鱼被洗得晶莹透亮。接着，有的黄鱼被快速冷冻，制成真空包装的冷鲜鱼，直接送往市场。有的则进一步制作成预制菜品，比如腌制好的黄鱼、调味后适合煎炸的黄鱼等等。你知道吗？现在在网络上，一款腌制好可以直接香煎的大黄鱼非常受欢迎，每年在电商渠道竟然卖出2000多万条。这些真空包装的黄鱼打着黄金鱼、海上鲜的品牌，通过冷链物流送到千家万户，打开包装就能下锅，既方便又美味，难怪销量惊人。加工企业的负责人自豪地说，我们就是要让消费者改观对养殖黄鱼的印象，原来速冻预制的养殖黄鱼也可以这么鲜美。许多老饕品尝后发现，现在市售的黄鱼并不像早些年那样有明显的腥土味，口感和野生鱼相比也越来越接近。这背后又是什么原因呢？原来养殖户和科研人员为了破解黄鱼的风味秘密，近年来可没少下功夫。以前大家诟病养殖黄鱼的几个问题，一是有股土腥味，二是鱼肉松散不够细腻，三是鱼身肥胖脂肪多，少了野生鱼那种清甜紧实。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说穿了还是养殖环境和方式的差异。养殖黄鱼长期在封闭网箱中，水流缓慢，鱼缺乏运动，再加上饵料充足，吃得好，自然是越养越胖，脂肪都囤积在肚子里和肌肉纤维间，肉质变得松软且油腻。胖鱼待在净水中，容易让一些土臭素和异味菌在体内蓄积，所以煮出来带点泥土气息。而野生黄鱼常年在广阔海域追逐饵食，肌肉结实，脂肪少，吃海里天然饵料也不会有土味，肉质细致成瓣，清香甜美。许多识货的老饕只要一入口就能分辨，野生黄鱼清鲜无比，仿佛能尝到大海的味道。养殖黄鱼则多少带点土腥和鱼味，令人遗憾。也难怪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市场对养殖黄鱼的偏见很深。有些讲究的饕客干脆不碰养殖鱼，宁可花天价追捧野生黄鱼。这种情况下，养殖户赚到了产量却卖不出好价钱，心里也不好受啊。面对这种口感鸿沟，业界近年开始了一场养殖革命。既然野生的味道那么好，我们就朝野生去努力。一句话，中塑新理念让养殖黄鱼少吃多运动。什么意思？就是尽可能给黄鱼提供接近野生的生长环境，更大的活动空间，更强的水流，更低的放养密度，更克制的投喂，让黄鱼在奔跑中成长，而不是喂养中躺平。福建宁德已有企业打造出所谓野化养殖基地，在外海竖起巨大围网，围出一片面积相当于几个足球场大小的海域，网深20多米，黄鱼在其中可以自由驰骋。养殖人员细致地模仿自然条件，制定喂养计划，天气寒冷时停喂，因为野外黄鱼冬天本就少进食，海水大潮流速加快时，鱼儿运动量大，这时才适当补充投饵。如此精细管理之下，黄鱼在半野生环境中慢慢长成。由于吃得少，动得多，这些鱼身材没有一般养殖鱼那么胖，肌肉更紧实，
鱼肉中的脂肪和腥味物质含量也都明显降低。当然，野性训练营里的黄鱼成长速度明显放慢，一尾750克左右，约1斤半的半野生大黄鱼需要将近4年才能养成，而普通网箱里养出的商品鱼半年就长到400克，可以上市销售，以时间换品质，换来的是更高的市场价值。这种号称半野生黄鱼的产品，卖价通常是普通养殖黄鱼的3-4倍，而相较真正野生动辄数十倍的天价，半野生黄鱼又显得经济实惠得多。因此，半野生养殖成为近年业界的一大热点，不少大型养殖公司纷纷投入研发布局。不过，目前所谓半野生还只是一个市场概念，并没有行业硬标准，有些是传统网箱条件改善后就自称半野生，有些则是真正在深海围网经养多年，对消费者来说，一时还难以从标签上判断鱼的来历。因此，有专家呼吁建立更完善的品质评级和溯源体系，让优质养殖黄鱼卖上好价钱，让消费者明明白白选鱼。毕竟相比之下，小规模养殖户是很难独立完成4年养大鱼、抗风险、拓市场的漫长过程的。目前真正做半野生养殖的都是行业龙头企业，他们有资金、有技术，愿意投入时间和成本来追求极致品质，也更有能力把产品推广到高端市场。而小养殖户更多可能通过合作方式加入，统一由大公司规范管理，保障品质。一句话，在陆地上有1亩田就能精耕细作，但在海洋养殖领域，拼的就是实力和规模。半野生黄鱼的出现，意味着行业进入拼品质的新阶段，也意味着优胜劣汰，会加速那些依赖廉价低质量取胜的养殖方式将难以为继。高品质、高附加值的养殖模式才是未来所趋。除了从养殖过程上下功夫，还有人选择在加工环节解决黄鱼的土腥味问题。在海边长大的浙江宁波人冯志江就是其中一位钻研狂。他热爱海洋，早年创办海产公司，研发出清洁牡蛎、软壳蟹等产品，都颇受市场好评。近年，他把目光锁定在大黄鱼深加工上，一心想去除养殖黄鱼的土腥味，重振这道传统名鱼的美誉度。冯先生深入市场，访遍渔民，翻阅书籍，几乎放下其他业务，埋头钻研黄鱼。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不仅摸清了各地黄鱼品种在习性、外形、肉质和口味上的细微差异，还分析测定了不同来源黄鱼体内造成土腥味的主要物质，如土臭素、二甲基异冰片等的含量差别。练就一双火眼金睛，只要看鱼的头型、鳞片、颜色、鱼鳃形态等，就能判断出黄鱼产地和品种，并筛选出优质原料鱼。冯志江认为，原料品质是产品风味的基础，因此他只选择那些土腥味含量低的黄鱼做加工。接着，他制定了一套严谨的处理流程。第一，用干净的海水或纯净水反复冲洗黄鱼，尽量保持鱼体的原味不受杂质污染。第二，开膛时要彻底清除鱼腹中的所有内脏杂物，干干净净，不留心源。第三，控制刮鳞的力度，既去净鱼鳞又不破坏鱼皮，保留黄鱼金黄美观的外表和鲜味。第四，清洗后充分沥水控干，避免残水影响鱼肉口感。做完这些，立刻将处理好的黄鱼真空包装并迅速冷冻。加工全程环境也要求严苛，车间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左右，所有器具和人员卫生达到食品级标准。如此一丝不苟，只为在最短时间内锁住黄鱼的新鲜和美味。冯志江自信满满地表示，我们要让消费者品尝到去除了土腥味的大黄鱼鲜美包装，一拆就可以直接下锅烹调，让做菜变得更方便。事实证明，经过他们特殊处理的冷冻黄鱼，入口果然少了泥腥杂味，鲜美度大增，复热烹饪也依然保持细嫩口感，广受好评。这再一次刷新了人们对养殖黄鱼的印象。随着养殖技术与品控的不断提升，大黄鱼产业迎来了口碑的逆袭。曾经有人感叹，养殖黄鱼哪有野生香？如今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改观，现代养殖黄鱼并非传言那样不堪。市场上的优质黄鱼色泽金黄，眼睛清亮，鳞片紧实，一看就很新鲜，烹调出来肉质细腻雪白，几乎闻不到土味。
如果不是行家，很难分辨这是养殖还是野生。更何况绝大部分野生黄鱼已经难觅踪影。我们今天能轻易吃到的黄鱼佳肴，绝大部分都拜养殖所赐。也许有人会问，野生黄鱼会不会卷土重来呢？一方面，大陆沿海从2000年后就实施严格的伏季休渔制度，每年5月起封海3个月以上，让过去被打断的黄鱼产卵季得以部分恢复。加上这些年持续的人工增殖放流，光2020年以来，宁德就向海中放流了超过12亿尾大黄鱼鱼苗。野外还是偶有传出捕获大黄鱼的消息，但科学家也指出，如今所谓重生的野生黄鱼，其实大多是养殖放流鱼繁衍的后代，和昔日原始野生种群并不一样。从物种保育角度看，大黄鱼原始野生族群的濒危状态仍未真正解除，甚至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列为濒危物种。换句话说，真正的野生大黄鱼可能已经几近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们餐桌上重建黄鱼盛景，靠的其实是人类重造的一个新种群。更耐人寻味的是，海洋渔业走过一圈又回到起点，人们先是竭泽而渔，耗尽资源，后来绞尽脑汁人工养殖填补市场，现在又不惜高成本去模拟野生，力求找回自然的味道。当年满海皆鱼时不懂珍惜，如今只能用越来越高的代价去贴近野味的边际。这或许正给我们敲响警钟，不要等到物种消失才追悔莫及。我们庆幸的是，大黄鱼并没有像其他濒危物种那样从此绝迹，而是在人工养殖的辅助下，成为可持续利用的海洋食品。当然，养殖并非万能，我们仍需保护好海洋环境，让那些留存在野外的大黄鱼种鱼能够繁衍生息，让未来某天真正的野生黄鱼还有机会回到蓝色家园。而眼下品尝着盘中这条金灿灿的大黄鱼时，我们应该对它怀有更多的敬意和感激。感谢大自然曾经的慷慨馈赠，也感谢无数科研人员和养殖户的不懈努力，挽救并丰富了我们的餐桌。从鱼卵到金黄上桌，大黄鱼的传奇之旅让我们见证了人与自然的博弈与和解。一颗小小鱼卵蕴含的生命力，在人类巧手的呵护下展现出磅礴能量。曾经几近灭绝的物种，如今游进千家万户的厨房，而我们对美味的追求也推动着养殖方式不断升级迭代，向着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看完这一切，你是否对大黄鱼有了新的认识呢？下次夹起筷子品尝黄鱼时，不妨想起它从卵孵化、乘风破浪、历经磨难才来到你餐桌前的动人故事。这条闪耀金光的美味之鱼，承载着大海的恩赐和人类的智慧，值得我们细细品味，倍加珍惜。